说不能喝，这次没少喝吧？你能不喝完吗？车在哪儿啊？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去拿吧。你傻呀！我出来喝酒开车，找警察抓我呢。那你还叫我过来？要衣服了？太下来路，我觉得我真欠你的。等着，喝完这瓶酒，你拿衣服。那我下去等你吧。啊？哎，哎，啊，是谁呀？武昭，武昭，武昭！哎，干嘛呢你？武昭，干嘛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弄错人了。怎么着，美女？搭讪是吧？不，对，你找对人了。不是你弄错了，对不起，我真是认错人了。找地方人待不了了，安静点。你说吧，你他妈谁？你说干嘛呢你？哎，别打了，你们两个！哎，误会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，你动手吧！我看看你干嘛？快点！哎，别打了！哎，动手！打！哎！怎么办？今天这吃的好。洪忠，你这伤没事吧？蹭不掉皮，没事。我说你这身手是大不如前吧？他没事，你倒挂彩了。我现在就倒霉呗，出门踩狗屎，放屁打脚后跟儿。这人是惯犯，好几次在大街上猥亵妇女，我们一直在抓他。这次你碰上，算他倒霉。把他多关些日子，别让他那么早出来祸害人。这是法院的事儿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把小夏送回去吧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下班路呢？就到这儿吧，别送了。衣服我明天去找你拿。你还真就想着你自己。我这怎么算？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？天太黑了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本来只是想帮你。我怎么就知道你不是故意报复我？要不你再打我一下，算扯平了。亏你想得出来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要不我现在带你去医院，要不我赔你钱。赔钱？知道我脑袋值多少钱吗？我让你赔钱了吗？你先说说，刚才跑什么？是不是见到你老公了？不关你的事儿。你成天跟没头苍蝇似的，不是个办法。我已经说了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我觉得跟我有关系。我赖上你是怎么着？那算我求求你行吗？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？行，那我们今天就说清楚。我觉得你丢孩子跟我有点关系。今天这个，咱们两清。以后你爱干嘛干嘛，我还不管了。哎，今天对不起。还有，谢谢你。都什么事儿啊？
说倒就倒了？之前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吗？我也觉得挺突然的，上周还给我新调的价目表呢，可这会儿就出这样的事儿。那老秦有什么打算没有？我估计他还没脑子想之后的事儿呢。他也真是挺背的，加上房租，估计这大半年都白干了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干了还不到1个月，店就倒了。哎，你可别犯傻，那该拿的工资还得要。哎，到最后实在是拿不到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母亲对我也挺好的，我就当是帮他忙嘛。对，是得帮。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后悔呢？没事儿啊，咱再找别的活干。没想到这么快就都搬空了。是，空了。哦，那些衣服，我知道，这个衣服昨天就安排好了。你的朋友一大早派人送来了，我把所有的衣服都送去了，就剩2家，这2家没人，回头我再给他们送去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你这个朋友看着不咋地，挺有责任心的。遇到这么大事儿，帮我这么大忙，你回头替我好好谢谢他。小夏，剩的东西不多了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那缝纫机你也不要了？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那你就给我吧。我以前学过2年的缝纫，要之后实在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摆个摊儿，给人修修衣服、修修裤脚，怎么样？干嘛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啊？你还年轻，今后路还长着呢。这个缝纫机我就是留给你的，我怕你把我老秦忘了，留个念想。谢谢。我人在城楼，关山那进，二人的尘埃万分。站住！哎呦！洪总有事啊？没事儿，招人呐，生意不错啊，现在。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找个人顶着。挺好。抽风啊，这是。家宝，家宝，过来帮个忙。从哪弄这么多东西回来呀？该洗店的，老秦说不要就给我了。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的话，就去超市门口摆个摊儿，给人改改衣服吧。那你告我一声啊，我去帮你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慢慢挪就行。哦，对了，我能不能把房间那个柜子拿出来，把缝纫机放进去啊？行，随你便。谢谢了。家宝，赶紧的，要迟到了。要出去啊？那个什么，给家宝找了个音乐老师，听说可厉害了。家宝，快点啊！他不是才刚放学吗？高3的哪有不受累的呀？就这一口气挺过去，以后就好了。家宝，快
磨蹭什么呢？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不用你管。我跟你去，顺便看看老师啥样。我都高3了，走到哪儿都跟着，回来同学该笑我。笑话啥呀？啊，大了还不要妈了，赶紧的吧，第一天就迟到不好看。小夏，你随便放啊。哎。瑶，来，快喝！这一大早晨的什么都没吃，饿不饿呀？刚才曲和给我来电话了，问我你在不在。你怎么说？你想让我怎么说？妈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一点啊，真的跟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嘴硬心软。这嘴上说要离，可是这心里啊根本就舍不得。妈，我爱曲和，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曲和为什么总要求我在他和我的事业之间做选择呢？其实瑶瑶，你知道的，妈妈一直就不太喜欢曲和，但是这一次她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。你说这两夫妻一直这样两地分居，它不是个事儿啊。唉，想想当初你爸他一个人调到北京，我和你在老家，那1年多的时间，我真的差点都熬不下去了。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也想让我回国？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你要跟妈说实话，你不愿意回来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哎呦妈，您说什么呢？你女儿是这种人吗？啊，妈当然相信你了，没有就好。但是你觉得曲和他会吗？你怀疑他？妈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有，妈妈就是瞎猜的。他不会，我相信曲和，他不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。啊，那就好啊。那瑶瑶，你想过没有？既然你不肯回来，那让曲和到美国不也一样吗？妈，你以为我没想过啊？为这事儿不知道都吵过多少次了。曲和说他不愿意去美国，说美国没有他的位置。当初音乐学院也没他的位置，现在不也是教授了吗？您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你爸说，学校下半年有个到美国交流学习的名额。真的？瞧你，口口声声说要离，可是一听曲和要去美国，你看你这高兴劲儿。哎妈，那曲和知道吗？你爸跟我说，他跟他说了，可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亲自跟他聊聊啊。行，那我知道怎么做。哎，为了你们俩，你爸可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啊。哎呀，谢谢妈，你听我也信我吧。哎，跟你女儿聊完了，她说谢谢你。以后这些话你跟她说去，干嘛让我当传话筒啊？这种事本来就应该做母亲去说。你见过哪个男人这么婆婆妈妈的？那你还管啊？这个曲和，当时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不同意。可是你呢，说他有天分又努力，将来一定会有前途。现在可好，前途我倒没看见。我女儿现在马上要让人给人踹了。哎，对了，
你上次说曲和跟一个女的在一起，真的假的呀？不管是真的假的，绝不能同意他们离婚。传出去，这像什么呀？我崔厅堂有眼无珠，提拔了个白眼狼，女婿当了教授，结果把我女儿给踹了，让我怎么做人呢？你就想着你自己。小莲，我其实也是为咱们女孩着想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，瑶瑶对那个曲和感情有多深啊？她真要离了婚，那咱们女儿还不伤心死啊？是啊，那你对曲和有把握吗？不是我有没有把握，得看瑶瑶能不能劝动那个曲和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曲老师吧？对，我是杜芬芳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儿子陈家宝。儿子，快问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曲老师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好。我们家宝练琴练了快10年了，我想让他以后考你们音乐学院，还望曲老师啊多费点心。还有，就是我的家境不是太好，不过你放心，练琴需要买什么资料或者什么的，我一定尽力支持。我知道，我特别能理解你们作为家长的心情，但是我只能说，我尽力。接孩子？对，还带饭，晚上有课呀？对，8点钟还有一节课。哦，我以前接孩子也给他带过饭，后来我发现呀，做炒饭挺好，又方便还有营养。哎，你这个想法不错啊。哎，你做炒饭都怎么做呀？那你炒饭都放些什么呀？这首曲子呢，要把心沉下来。第2段进入的时候，要稍微慢一点。来，试试。哎，这琴弦怎么断了？我看看。站起来。干什么？站起来！你以后不用再来了。这次的课时费我也不收你的，父母赚钱都不容易。你知道吗？你这点小伎俩一点必要都没有。如果你真不想拉琴，没有人能强迫你。浪费时间。摸索出来的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你儿子他根本就不想拉琴，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。还有，这堂课的学费我会退给你。曲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曲老师，曲老师怎么了？家宝为什么不教你了？自己问他去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哎呀，这孩子，赶紧的给人道个歉。哎，你这孩子，站住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来干嘛？我这不是给你送饭。曲老师，您慢走。曲老师，家宝做错了什么，您尽管批评，但是千万别不教啊。曲和，看你把人家长给急的，有什么事儿人家孩子说教就不教了。哎呀妈，你不懂，他根本就不喜欢音乐，谁教也没有用。你与其在这求我，不如问问你儿子到底想不想拉琴。还有你，对一个乐手来说，琴就是他的战友，他的武器。在你学会尊重自己的琴之前，
你不配拉齐。曲老师，哎，曲老师，大姐呀，我不知道您就是曲老师的妈妈，快帮我劝劝吧！我好不容易托人才找到曲老师。你先别着急啊，我给你劝劝。拜托，你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老板，这双鞋多少钱？那个鞋拿全号160，不单卖。啊？你就单卖给我一双吗？我这是批发的呀。这个也挺好看的，有全号吗，老板？这个全呢？这号是刚上的货，这货。那你帮我也拿一套呗。拿一套？嗯。行了。哎，老板，能不能把我这双算在跟姐姐一块卖啊？哎呀，老板，你就给他拿一双吧。行了，你要多大号？42。这等一下，我另给你拿一双啊。哎，谢谢你了。这个行吗？这个不行，周老板，那个米式的。啊，好，干嘛呀？您试试。老板，这衣服我先拿走了，藏言技巧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衣服，请问您是老板吗？对呀。你这是要招人吗？你看我行吗？之前干过吗？在商场干过几年。我们这儿是批发，跟零售还不太一样。要不这样，我今天免费给你干。你要觉得我行，你就留下我；你要觉得我不行，我就当逛街了。哎呦，这点事儿你就放心吧。啊，行了，哎，都交给我了啊。好嘞，就这么着。嗯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谁呀？啊，陆叔发财。陆叔，这钟哥请来特意为你驱煞的。大师算过了，这是西北角，放在这儿可以斩断妖风，让咱们的市场欣欣向荣。行了，哪儿那么多幺蛾子？红中人呢？开，我找他去。这红中，哎，老陆啊，看见我门口请来的门神没有？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？让他们赶紧把那玩意儿弄走。不吉利，你大不敬啊！我费时费力、辛辛苦苦请来的门神，哪能你说挪就挪呀？哎呦，我说你呀，越来越不靠谱了。这真是活久了，没想到还能看见你当上善男信女的一天。这可不迷信，这是敬畏之心。一个人连敬畏之心都没有的话，那不成了记吃不记打的畜生了吗？哎，你，钟老板，这个给我来3件 M 的，再加2件 L 的。好嘞。大哥，你看你这做女款的，这些呢是我们今天早上新到的货，全部都是新款，别家还没呢。你要不要来几件？你看看这个也挺好的。不错，你是新来的？啊，是。这2码也是全的，还有别的颜色。我还帮你拿了这个红裤子，虽然挺大胆的，但你不觉得很特别吗？不错，正好啊，我这几天要换橱窗，这几件都给我来着，每个号码来5件，没问题吧？哎。明天早上6点，迟到了扣钱。你用我了？每个月1天假，中午管饭，干好了有提成。没问题，谢谢老板。把这儿收拾一下。哎，好的。数到多少？1、2、3、4。吃饭。还有一小段，你先吃。你今天跟小孩上课有点急躁啊？平时一直都这样吗？
现在太多的家长都逼着孩子干他们不愿干的事情，说是为了孩子好，其实还不是自己望子成龙，也不问问孩子愿不愿意。你学音乐的时候，不是被我逼的吧？没有啊，是我自己选的。你跟崔瑶的事儿打算什么时候办呀？这2天吧。吃饭。我们见个面吧。开门呐，陈家宝，出来！到底做了什么，把老师气成那样？出来呀，陈家宝！杜姐怎么了？小佳姐，气死我了！好不容易给他找了个音乐老师，第1节课就把人气得不教他了。我为了他工作也不要了，跟他爸2地分居。不都是为了他考音乐学院吗？他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谢小姐，别难过了啊，我去跟他说话。家宝，家宝，你出来，别惹你妈生气了。你这么做合适吗？你妈起早贪黑的都是为了谁啊？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吗？小夏，他正捋着呢，少说他2句吧。杜姐，你不能老惯着他，你事事都顺着他，这怎么行啊？家宝，他也就是学习压力大，偶尔发发脾气。行了行了，杜姐，你这是在纵容他，他已经不小了，也该懂事了。家宝，家宝，行了，你看你妈来北京这么久，这么辛苦努力的挣钱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再这样，你妈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。你看她来北京这么久，她好好给自己买过1件衣裳吗？哎，夏白露，你干什么呢？家宝是我儿子，你凭什么对他指手画脚的？干什么不干什么，我自己乐意。我这是在帮你呀，用不着，要管，等你找着儿子以后，管你自己的去。不好意思，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。这还是一点都没变啊！我记得以前，我也是经常坐在这儿，等着你下课。你刚刚出国那几个月，我每天在这儿都是坐到打烊才走，因为我不想回到家，一个人确实挺无聊的。曲和，跟我去美国吧。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，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也承认啊，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是做的有一点自私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不应该这么轻易的就分开。曲和，跟我去美国，咱们俩可以在那儿好好的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我说，怎么突然间会有什么交换学习？原来是为了让我陪着你去美国，是吗？我就不明白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只要咱们俩在一起，国内和国外有什么差别吗？对你或许没有，但对我有。我的工作在这儿，就像你的在美国是一样的。其实从你一开始决定要去美国，我们就注定了会有今天这个结局。崔阳，别再安慰自己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怎么就没可能了？一直以来你就总是在抱怨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了挽救我们的婚姻做一些努力吗？我等了你3年，这难道不叫努力吗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我抽烟？
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，你也忘了，我对红酒过敏。对不起。算了，夫妻做到这个份上也挺没意思的。我们可能还不如外面那些合租客的，至少人家每天还是住在一个屋子里。我知道，时间和距离可能让我们俩变得陌生了，但只要你跟我去了美国，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培养出我们的感情。我们俩现在就像一根拉伸过度的弹簧，就算勉强再捏到一起，也没有了新颖和弹性。崔阳，算了。曲和，你真的能放下吗？长痛不如短痛。真潇洒。可是我做不到。在国外这些年，多少困难我都一一克服。我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我们的婚姻，放弃你。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批呀，这个衣服。批发80，零售100，这是透视装，今年很流行的，你要不要拿几件试试？太贵了，你给我少点吧，少点多拿几件。这已经是最低价了，我们已经挣不到钱了。那我再看看。哎，大姐，有什么需要的？里面有好多新款，要不叫谁大姐呢？咱俩还不知道谁大呢。哎，你哪儿来的？哟，佩姐，小夏，这是佩姐，那边那个铺子就是她开的。哦，你好，佩姐。周老板，你从哪儿拐来的？怎么说话呢？刚来的，不太会说话。别搭理他，老处女净事儿。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先忙着。你去吧。警察来了，快上楼去！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货不能占走廊通道，还有这衣架不能挂外面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新来的，我以前不知道。上回检查就不合格，这回不能再找你们了。告诉你老板，月底来交罚款吧。啊！别呀别呀，大哥，手下留情，我真是不知道，我真是新来的。哎，不行，你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都能证明我是今天刚刚来。你要是就这样罚款的话，我怎么跟我老板交差呀？你们老板没告诉你，他被罚款是该着的。罚款100元，限时日内，2014年10月。你就高抬贵手，这次别罚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绝不会再犯了。你罚不罚？不是100块钱吗？你闹得好像我把你怎么着似的。可是我……你甭可是了，马上回去看你摊子吧。没叫你这么能啰嗦。哎。哟，憋不住啊，老周，发那么多货呢，生意兴隆啊。小本生意赚不了多钱。跟我哭什么穷啊？我又不是讨债的。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不招人吗？我给你物色了一个，形象好，气势像，包你满意。哟，劳您费心了。可我这儿已经找着人了。这么快啊？可不是嘛，赶巧了。昨天遇见个特别合适的，现在人不好招，我就赶忙给留下了。您要早说，您有人介绍，那我一准等啊。现在也不晚了，不就才干了半天吗？给点钱打发走就行了。那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要不这样，半天工资我出，双倍。我明天让我那人过来上班啊。哎，回来啦。小夏啊，明天你别来，
今天的工资我加倍给你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今天是我的错，我今天工资不要了，那个罚款也算我的。不是罚款的事儿。那我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？你跟我说，我一定改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算了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对你特别满意，不想辞你。可你要知道，我这店铺也是租的，这地方好，好卖东西。可我得罪不起房东啊，房东说要介绍人过来，我这小铺面，怎么也用不着2个人吧？可是我先来的，老板，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这我知道，他要是能讲理的话，我就不愁了。算我对不住你，可房东啊，我是真得罪不起。这是今天的工资，只多不少。这钱我不要，我要去找房东。哎，你去哪儿找他呀？我跟你讲啊，出门左拐，物流公司办公室，他就是物流公司老板。那人脾气不好，小心说话。我知道，谢谢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你找谁啊？您就是物流公司老板。怎么着？你有货要发？他想发，你还敢接？怎么着？你看，你这办公室又没人，我这不是帮你问问吗？怪我应该在这守着，不然总有人打歪主意。得，你这儿有事儿，我回头再来啊。307店铺是你的，是不是瞬间觉得我更土豪了？好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站着！你买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找我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如果我知道这是你的地盘，我绝对不会来这儿找工作的。老周不知道咱俩有过节，你别难为他。老周？他招那新人是你呀？挺巧。是挺巧的，不过你放心，他已经把我辞退了，明天你就不会见到我了。还有什么地方是你的地盘？请你告诉我，我可以躲着点儿。告诉你，只要你在北京，哪儿我都能堵着你。有没有想过求求我？说几句好听的，没准我让老周把你留下。我宁愿饿死。哎。这个合适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是啊，太巧了，我从背影就看出是你。哎，你这是？我这刚下班，就在这边卖电子琴呢。啊，真好真好。那天不好意思啊，曲和跟小孩发那么大的脾气，没给他下点吧？是他不好，惹曲老师生那么大的气。曲老师怎么样？消气儿了吧？哎，他本来就是老师嘛，这有什么生气的？买这么多菜哟，这菜像是炖肉吧？可不是嘛，想给曲和做顿好饭，结果人家打电话回来说不回来吃了。哦，说我一人买这么多菜干什么？我正想给他都放回去呢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正好曲老师不回来呀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到我家吃晚饭吧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呀？作为琴童妈妈的老前辈，我还正想请您吃顿饭取取经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。也是啊。对呀，那行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过来吃点饭呗。哦，不了。
合租的。哦，你吃这个菜，好，这是我从老家拿过来的。我刚才就说咱就简单吃点就行了。你看你这有多难得呀！你好不容易，哎，干嘛去啊？这曲老师妈妈在这儿，你陪着多说说话啊。你是让我练琴还是陪你们说话？哎，你就，没事去吧啊。你说咱们大人在这儿说话，小孩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呀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们慢吃。哎，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这小夏呀，命可苦。